唉，财神爷爷一天就守着这些呀，也太无聊了吧。那是什么稀奇宝贝？住手！金多多，你可知这财运平衡仪是3界至宝，轻轻一碰，便会使人间财运失衡，富者愈富，穷者愈穷，3界秩序大乱。财神爷爷，我知道错了。你可知闯出多大祸事？今日若不严惩，日后必会产生更大祸端。现收回你9成功力，罚你到人间历练，积攒功德。必须去人间帮那9世穷鬼成就，待功德圆满，方可重回天庭。他家的奶茶真的挺好喝的。是啊，他家的奶茶挺好喝的。房租都要交不起了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卖了。都说生日运气最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捡来的破烂能卖多少钱。爸，那不是金家大小姐吗？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了？哎呀，豪门千金都落魄到卖东西了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岂不是更难过了？小女金秋，年纪轻轻就被后妈逐出家门，求求财神爷看我人美心善，却落得如此下场的份上，谢谢你吧，谢谢你吧。法长，我来喽！法长，我来喽！哦，好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来了，你是应该很惊喜吗？老板，帮我看一下。你这东西价值少50万呢！不是。哼，50啊，这破链子50 就高兴成这样，还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单纯啊！老板，我喜欢财不外露，按手续拿我卡里。你说，yes， 老天有眼，财神爷显灵了。怎么样？不谢谢一下本仙吗？谢你，小不点，你谁啊？你们谁家孩子跑出来了？我家人在天上呀。原来是孤儿。
那你做我名字吧，你叫什么？本仙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金多多是也。金多多这个名字好吉利，正好今天是我的好运日，我也有些钱了，不如你就暂时跟着我吧。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和我一样没有家人在身边。你收养了我，那你就是我的妈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金秋，你在干什么？多多已经无亲无故了，人家还是小孩，说出去总不能没有妈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喜欢什么就叫什么吧。好的，妈妈。饿了。还要你刘姐，再来一碗。好嘞，这孩子胃口真好啊。他可能还在长身体，我是不是吃太多了点点？吃了不是很好吗？正好我们可以照顾刘姐的生意吗？当时我被后妈赶出家门，银行卡也被冻结，是刘姐给了我1碗免费的面，还帮我窝了2个蛋。你那么好，为什么要赶你出来？反正跟你这个小孩也说不清楚。来了来了，面好了面好了，来。哎，小秋，我还给你准备了样东西，等着啊。吃吧。小秋，生日快乐！就是最近这面店不景气，也没给你准备一个相应的大蛋糕，你别介意啊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没想到刘姐你竟然记得我的生日，我还以为不会有人记得。怎么会不记得呢？你今天呢是寿星，只许流幸福的眼泪啊！本仙要让你们都获得幸福。老板，来一份砂锅烩面。老板，来碗鸡丁米线。老板，来碗面。老板，来份土豆粉。哎，今天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啊？各位稍等啊，面马上就好。这是这碗面就当长寿面吧，你们过生日不都得吃长寿面的吗？可是你不是自己都还没有吃饱吗？多多不饿啦，只是喜欢吃。哎呀，妈妈，蜡烛都要快烧完了，你快许愿吃面吧。好，那我就许愿刘姐的生意可以越来越好，多多健康幸福的长大。这就完了？笨蛋，生日愿望都不给自己许一个吗？看在你请本仙吃面的份上，本仙就给你变块大金子，不就是帮穷鬼变有钱吗？简单。怎么可能？这是送你。这个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可恶！财神爷爷没收了我90%功力，连块金子都变不出。这样下去，本仙什么时候才能回天界呀？钱玉生，前世博物馆要举办一场拍卖会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希望你能来看一看。我吗？好你个钱玉生，我好不容易有点钱，又上赶着叫我把钱赔进去。我查到
拍品中有一枚翡翠平安扣。你是说？我不确定这枚平安扣是匿名玩家送拍，来源不明，但确实和我记忆中霍奶奶戴过的那枚相似。小的时候，她跟我们说过，这枚平安扣意义非凡，绝不能落入他人手里。如果这枚平安扣真是霍奶奶戴过的，你应该来看一看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就当来散散心。如果真的是奶奶的，难道他们已经敢变卖她的东西了吗？可我手里就这么点钱，真的能为奶奶做些什么吗？你还在听吗？先生，我去，我们要去。这是没什么。多多，拍卖会要花很多钱的。妈妈，我可是小财神。什么？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为太奶奶的东西尽力一把。我运气超棒的，绝对不会让你空着手回来。有我在，别担心。好。不是，这拍卖会的门槛什么时候变这么低了？连我这个扫把星的姐姐都有资格进，怎么捡垃圾捡到这儿来了？小天，不要这样跟你姐姐说话。金秋啊，我知道你现在呀困难，能筹钱出来见见世面呀，不容易。不是妈打击你，这种场合不是过家家，待会儿啊喊了价付不起，可是会被很多人笑话的。毕竟你现在已经不是金家人，这事儿还没对外公开，可别丢了金家人的脸。谁是真正的金家人？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抢我妈妈的东西，还说是自己的，臭不要脸！你这个小兔崽子，老子今天非得收拾你不可！你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他就是你在外面养的私生子是吧？哈哈哈，难怪我说你是个赔钱货。你胡说，我妈妈才不是赔钱货呢！你找死！小天，不要跟这种没家教的野孩子计较，丢了咱们金家的身份。今天我就不跟你们计较，但是我把话放这儿。金秋，今天你要能在这儿买到一样好东西，我金小天就是条狗。那你可不要后悔哟！感谢大家莅临本场拍卖会。接下来我们直接展示第一件拍品，明代佚名古画卷轴，起拍价2万。奶奶，拍这个，拍这个，拍这个。佚名的画都敢拿出来拍，连做的是谁都不知道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？品相普通，这画顶多就值2万。3万。多多，这样真的能行吗？我还想再等等那个平安扣呢。奶奶，就相信你一次。我感觉到那幅画有好香好香的茶气。哈哈哈！3万，我没听错吧？金秋，你知道这佚名什么意思吗？就敢花3万买这无主无款的破纸？一幅作品又不是非要有名家名头才能被赋予意义，你不想拍就不拍啊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对我们指手画脚。这位女士出价3万，还有更高的报价吗？3万1次，3万2次，3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女士。接下来由我们本场的鉴定师带我们辨真伪识真品。这是失传几百年的罗田鉴宝工艺，并且这轴头内刻有篆文，是明代官窑特制。这对完整轴头价值至少200万。看来这下足够帮帮刘家的面馆。难道多多这孩子真的自带财运吗？这轴头竟然暗藏玄机，这金女士真是眼光毒辣。是啊，真被他说中了。作者虽隐姓埋名，但是来历绝不简单。不可能！他什么时候
有这么好的运气？区区200万，你激动什么？金秋那个赔钱货，过不了几轮啊，这钱都得搭进去。真正的宝贝还在后头，少不了咱们。好东西只能是我金小天的，那金秋一件都得不到。接下来的拍品是明代的山水图轴，起拍价4万。多多，你看这幅画咱们要拍吗？多多觉得一般般。我妈妈喜欢的话，我们可以买回去挂在家里啊。我妈妈不喜欢，就不是那么值得了。既然多多不喜欢，妈妈也不喜欢，这幅画咱们不要了。果然还是那么没眼光啊！我说上一轮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踩了狗屎运。这幅画是明代的古画，多少人抢着要都抢不着。哼，你居然还不要，非得守着你那些垃圾。你那么爱要，你就要，反正我们不要。我出10万，12万，15万，20万，20万1次，20万2次，2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。我今天就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慧眼识珠。这幅画并非明代作品，而是民国的仿品，画作工艺尚可，但市场估价最多5万。不可能！你的意思是我花了20万，这画就值5万？先生，评估绝对没错，画质老旧程度、颜料成分都符合民国时期特征。李小天，不对劲儿啊！那孩子不简单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那孩子呀，可能真的能看出点什么来，不然金秋怎么会这么走运？有可能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咱们跟着他，他拍什么，咱们就拍什么，绝不能把宝贝落到他们手里。接下来的拍品是清代紫檀观香，起拍价80万，100万，200万。天哪，一下加这么多，这金先生这铁了心要这盒子呀！300万，多多，会不会太多了？我们也不是一定非要这个箱子不可。1000万，我也不会，站得高才摔得疼呢。谁小鬼他？既然他那么想要，2000万，这金氏姐弟怎么了？为了这么一个盒子抢起来了？妈妈，我们一下加这么多，他们会不会又不要了？你妈妈我虽然没什么大本事，但是金啸天我还是很了解。金秋，你一做姐姐的，怎么能跟弟弟抢东西呢？你这样不是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吗？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箱子啊。看在我之前让了你们那么多次的份上，就把这个箱子让给我呗。5000万，怎么不敢加了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再说了，这拍卖场上哪有什么让不让的？这木箱我金啸天今天要定。唉，好吧，既然你那么想要，就给你吧。如果现场没有人继续出价，那么这件拍品就归金先生所有。这紫檀香榫卯咬合，严丝合缝，雕工走线圆润规整，单论做工确实算得上精细之作。果然是个好东西，这次咱们赚大了。但所用木料只是普通小叶紫檀，并非宫廷御用工料。再看箱体制式，是民间的仿宫廷款型。那你快说，这到底值多少钱？综合市场价值50万上下。什么？50万？咱们可花了5000万！金秋，你敢耍我？可不能这么冤枉姐姐啊！拍卖场上本来就是价高者得啊，
而且你刚刚不是说你有的是钱吗？才区区5000万，这就玩不起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早就劝你不要这样意气用事，偏不听。金家所有的产业也不够你这样挥霍，好好想想怎么办吧。今天的最后一件拍品，民国时期的素面木匣，起拍价5000。等了这么半天，就拿这个来压轴了？这么便宜，看来连5000都不值。怎么都最后一件了，还不是那枚平安扣呢？5000块钱就买这么一个盒子，这当妈的太由着孩子了吧？多多，这个匣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他一上来，你眼睛都放光了。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似乎里面有东西。多多想看看，说不定就是我们在找的平安扣呢。妈，这盒子里不会真有什么古怪吧？闭嘴！一个5000的盒子能有什么古怪？你还嫌咱今天不够丢脸？恭喜金女士拍下这件民国素面木匣。此匣为普通黄花梨，做工寻常，市场价不超1000。唉，这母子俩早该预料到的。没关系的，妈妈，还没鉴定完呢。等等，这木匣内有夹层。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，就搞了个夹层，故弄玄虚啊！金秋，你这又得到一个石头，也不算赔的到点吧？这是传国玺。金女士，果然见多识广，一点都没错。龙钮残部，受沁深入玉骨，这形制，这玉质，正是传国玺残件。传国玺，传国玺又怎么样？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？此物承载的已非金钱价值，乃是文明之证。若应试论价，则是至少5亿，且根本已不价市。5个亿，多多，这是真的吗？妈妈，是真的，有好多好多金子。5亿，就这个破盒子值5亿？5亿算什么？这种横财留给这种赔钱货，他根本就留不住。再说了，就这点钱，金氏家族所有的财产都在我手里，我有的是资本跟你斗。咱们慢慢玩啊！既然玩得起的话，刚才好像有人说，只要我妈妈买到一个好东西，你就是狗。那看来你现在是……可是那枚平安扣到底在哪儿？他一点没变。钱总，原来你一直让我调查的金小姐是您那位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呀？调查怎么样了？金家那边，陈艳梅女士和金孝天先生已经把金小姐逐出家门了。只是霍老太太一直昏迷着，他们也没敢把这件事对外公开。钱总，你知道了。那这枚平安扣也原本是打算拍卖会结束后亲手交给他的，那现在还要不要？现在还不是时机，暂时替他保管。这个钱玉生到底在搞什么？把我叫过来，人也没见着，平安扣也不在，电话也没打一个。喂，请问是霍明兰的家属金秋吗？霍明兰病情恶化，现在已经病危，正在抢救室抢救，麻烦您能够尽快来医院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妈妈，是什么事啊？奶奶病危了，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。走。
奶奶，不对，野种，敢在这撒野！奶奶要有个3长两短，这责任担得起吗？有什么责任？我来担。金秋，你就是这么带孩子的吗？你看看像什么样子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已经不在金家了。按理来说，你和这小子就不该进这个病房。不进就不进，我们还巴不得离你们越远越好呢。妈妈，我需要你现在带我回老家一趟，我感觉到奶奶。妈，这手串就这么被这个小兔崽子给扯断了，这老太婆会不会……这小子那么点儿，对我们的计划构不成威胁？怎么，你还怕对付不了他？奶奶很喜欢，就把它放在正厅了。看他哪有那么好心？5年前，妈妈，你的爸爸是什么时候出的车祸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4年前。多多，你是说爸爸的车祸，奶奶的昏迷？妈妈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！妈，咱这都喊半个点儿了，跟喊魂儿似的，这大师能出来？你懂什么？大师啊，绝非寻常人，他这耳力神呀，通神的很。就是这性子啊，有点孤僻，神出鬼没的。再等等，一会儿就来了。那会是谁的？你也想到了是谁了？难不成真是那个野小子？那小子把手串弄断，他肯定是能看出些什么。不对，那这些年一直没有怪我，可是我却一直活在自己的愧疚当中。这些年来，一直被陈妍梅母子苛责，还被他们赶出家。奶奶，不要哭。哇，奶奶还在医院里面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她的。快走！干什么？让开！我要见奶奶。你奶奶现在病重，事关重大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时来探望的。你才是阿猫阿狗呢！凭什么不让我们进？你是不是对太奶奶做了什么？奶奶好端端突然昏迷了那么久，现在又病危，这期间一直是你在照顾她，从不让我们探望。陈艳梅，你到底对奶奶做了什么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对你奶奶啊，向来像对她亲妈一样孝顺。至于她为什么病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现在拿出我们仅有的证据，他一定不会承认。我和多多势单力薄，如果贸然将自己现有的信息暴露，才是对我们更不利的举措。你撒谎，卑鄙无耻！面馆的刘阿姨都比你好。放我进去，我要去跟太奶奶。你个小兔崽子，疯了吗你？跟野牛一样横冲直撞。好啊你竟然使这么大劲！你们怎么还来？那老太婆都快不行了，救了也是白救。奶奶到底怎么样了？让我进去。你敢？放给我奶奶！保安，保安在哪儿？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住手！钱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？您都忙得脚不沾地，我们金家这点家务事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根据法律规定，金秋女士是霍明兰女士的直系孙，依法享有探视权和监护知情权。任何人非法阻拦金秋女士是霍明兰女士的直系孙，依法享有探视权和监护知情权。
任何人非法阻拦都会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没听懂吗？让。奶奶，我来了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医生，你快看看我奶奶。小秋，奶奶，你醒了。妈，你醒了就好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叶梅、小天，说说吧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虽昏迷数月，但幸亏老天庇佑。你们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可都是明明白白的。奶奶，您这一定是睡糊涂了。我们俩一直对您孝顺的很，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您的事儿啊？我还没说你们对我做了什么。小天，哼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这个医生是钱医生带来的，你们肯定早都串通好了。金秋，你为了回金家，故意编造谎言陷害我们。不知道这是什么？金秋本就是金家人，回金家名正言顺，何须耍手段？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你们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秦叶梅、金啸天，我们接到报案，怀疑你们涉嫌故意伤害他人、侵害他人财产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不，妈，小秋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嫁进金家10几年，我没有一天不兢兢业业，想要把这个家操持好，想要把啸天培养成才。我是一时糊涂啊，没想到害了你，害了小秋爸，都是意外啊！是啊，奶奶，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人，姐，我公司我不可以给你，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求求姐，我真的不能进监狱啊！我也没想到，我妈居然做这种事儿，其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。妈，你说句话，你快说，那些事都是你做的呀，跟我没关系。景啸天，也不知道你这当妈的一般安苦用心了。小秋，妈，你就看在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家人，你害我爸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把我赶出金家，害我颠沛流离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是一家人？现在说这些，太迟了。哼，你们谋财害命，对我痛下杀手，将小秋驱出狱外，受尽屈辱。今天要是我不醒来，小秋就再也没有依靠。今天当着所有人，我宣布罢免金啸天、陈叶梅金氏集团所有职务，收回所有股权。从即日起，两人与我金家恩断义绝，再无任何瓜葛。妈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金氏也有我们的心血，你收回股权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奶奶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们以后肯定好好孝顺你，你千万别把我们赶走啊！哎呀，真是吵死了！快拿拿东西，不要听你们吵吵嚷嚷的。嫌疑人情绪激动，为了避免打扰其他的病人和家属，辛苦你们尽快带离。你们给我等着，你们一定会得报应的。小秋，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。多多、雨神，多亏了你们。我猜你在想这个。这是
奶奶的平安扣，奶奶，没错，是他。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他。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你这是把它提前买了下来？虽然是匿名送拍的，但是还是被我查到了，是金啸天不经霍奶奶同意私自贩卖。我想，如果这枚玉佩出现在拍卖会上，他们拿这个比你倾家荡产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一定会妥协，所以我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看不出来吗，钱云琛，你这么好啊？我这叫战略性的风险规避，而且我是因为霍奶奶，绝对不是因为你。小秋，来，奶奶，这是小秋，你母亲去世的早，她没亲自把它送给你。这枚平安扣啊，奶奶替你保管了好多年，现在你长大了，奶奶就把它交给你。现在呀，我们小秋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今天真的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及时赶来，我和多多还不知道会被刁难成什么样子。跟我你还这么客气？钱玉生，你为我和奶奶做了这么多，是为什么？其实这次来我还有一件事，前世博物馆想收购你上次在拍卖会找到的那块传国玉玺角，至于价格嘛，你可以随便看。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，抱歉啊，我已经打算把它无偿捐献给国家了。凡间果然还有很多比钱财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只能拒绝你了。不过你要是还有什么别的要求的话，都可以提，我都会满足你的。你做得很好，是我不周到了。我……哎呀，妈妈，钱叔叔哪里是真才满呀？他分明就是喜欢你，我儿他奶奶都看出来了。多多，不要胡说，我跟他从小就认识，我连他光着屁股哭的样子我都见过，怎么可能喜欢？哦，李助理啊，有个紧急会议啊。好的，我马上来。今天呢，召集大家开这个会，是正式宣布金秋将任命为我金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另外，关于此次城东新区地段投资的特别项目，也将由金秋任命总监全权负责。金小姐就是上任小金总的姐姐吧？听说小金总已经出事，搞得很开呀。我之前听金啸天说他是赔钱命，干什么都赔钱。我怎么会让这样的人负责公司？到时候把公司的家底都赔进去，还不如金啸天呢。霍总，我坚决反对。城东新区的地方是块肥肉，好多公司都盯着呢。金秋小姐毫无项目经验，插手这么重要的投标，这是对公司不负责任，风险实在是太高了。各位董事的顾虑我能理解。金秋啊，你必须在这次项目里用成绩来证明自己，服众于人。各位董事，金秋是我亲自选定的继承人，如果他做不到，我霍明兰绝不偏袒，让贤给更合适的人选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好这个项目，绝不让大家失望。
喂，怎么啦？还在加班呢，这么晚了，别太累了。这不是项目刚起步吗？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，不努力些，怎么对得起奶奶的期望呢？你呢？你不是也在办公室吗？我想着，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随时提供帮助。城东新区核心地块的投标，关键在于商业价值与公益属性的调和，不能只关注利益的最大化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打算在购物中心里面加入社区公益图书馆和儿童托管中心，这样呢，既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，又能回馈社会，应该能提高我们的竞争力。我拟好初步方案了，你看。总，你真是太厉害了吧！你这都是跟谁学的？多多，你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回家？对啊，钱叔叔，我要陪妈妈的工作呀。对啊，都这么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，我先挂了啊。不要买妈妈，不然我一个人在家睡觉也会害怕的。好吧，那你先去沙发那边玩会儿，妈妈忙完工作就送你回家。今日，海悦集团抢先召开城东新区核心地块设计方案发布会，其方案主打商业与工业概念融合，包含购物中心、社区公益图书馆以及儿童托管中心3大板块，引发行业内广泛关注。黄总，你看看。海悦集团公布的方案跟我们的方案已经是高度相似。金秋小姐她的保密工作做得很有问题，要么是她泄露了公司的机密，要么是她抄袭了别人的创意。这么重要的项目，居然出现这种纰漏，公司的损失谁来承担？你得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检讨自身原因，但项目是我独立研发的，绝没有抄袭。至于是否泄露，给我24个小时，我一定查明真相。好，那就散会吧。金秋啊，如果需要大家配合的，你尽管提啊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没怎么。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，还是没有查出问题吗？金总，就在刚刚，我们仔细检查了所有的系统日志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登录的记录，文件也没有被非法拷贝的痕迹，这真的太奇怪了。好的，辛苦你了。理解吗？他的手段一定是非常规的。你是空降的新继承人，对公司元老的权利和利益是最大的威胁。这一定是公司高管做的。可到底会是谁呢？要是放在外人说，就是金氏集团继承人，放纵孩子，胡作非为。赵董，实在抱歉，核心机密泄露，需要每一位高管配合调查，请你进来。什么？你们就怀疑我？金总，你这也太武断了吧！我在公司30年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？赵董，现在公司上下都在配合调查，你作为公司元老，想必也不想显得特别吧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你们究竟能查出些什么。送给赵董一份大礼，我会注意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海悦集团的方案，成本模型经过反复测。你的这个方案模型是不是抄袭了我10年前发表的旧模型？这个模型
我在3年前就发文指出，有重大缺陷，会导致预算超高30%以上，而且完全没有考虑深层的社会结构延续。这样漏洞百出的方案根本不合格，我投反对票。怎么会这样？赵东果然跟海瑞集团有联系，而且我们调查到他们之间有大量的资金流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你竟然送给他这样一份大礼。做方案时，我研究了很多专家的成果，陈教授的方案我都能倒背如流了。我故意在核心思路上贴近陈教授，但在关键数据上做手脚，留下一个明显的破绽，正是陈教授的文章里严厉批评过的错误类型。到了。我们团队深入研究了陈教授关于城市文脉的言论，深受启发，并且在此基础上呢，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创新方案。大家请看屏幕，以下是我们的方案陈述，一共可以分为4个板块。第1大板块是总结，第2大板块是我们的创新，第3大板块是我们的推钱叔叔，钱叔叔，哎，怎么了？你又在看我妈妈，你又被我妈妈的魅力迷住了吧？以上是我们团队提出的创新方案，谢谢大家。我的这张暂停票被金小姐默数。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。首先呢，祝贺金秋此次投标圆满成功，为公司争取了重大项目。谢谢大家的认可和支持，同时也谢谢我的多多。这次项目的圆满成功，少不了大家每个人的付出。不过，在庆祝之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。这是赵董利用非法手段泄露公司机密，勾结外部势力，损害集团利益的全部证据。证据链确凿，已具备法律效益。赵董，我希望你给董事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是我错了。凭什么？我为公司奋斗了30年，还不如一个姓金的丫头。霍明兰，你老糊涂了。金秋她除了姓金，凭什么坐在这里啊？就是要让金秋滚蛋，让真正做事情的人来掌管公司。赵董，金氏集团从未亏欠任何有贡献的员工，但你损害公司利益，触犯法律，必须承担后果。从即日起，取消你一切职务，金氏集团将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来人，带走。好啊，霍明兰，你会后悔的。太难。出来了！我真的出来了！妈妈，你在看什么呀？金啸天因证据不足被保释出狱。此前，金啸天因家族原因被金氏除名，现出狱后将公开举行道歉宴。金啸天被保释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秋，奶奶，小秋，
金小天被保释出狱了，说明天要在老宅办个道歉宴。是的，我看到新闻也在报道。可道歉宴，不知道他到底安的什么心。我也觉得这事奇怪，不过他这次倒是下了点功夫，去找三叔公、五公婆他们求情，这一个个都来劝我，说这孩子真的知道悔改了。不过这次真的和以前不一样，他要是知道能悔改了，当然是件好事。他奶奶妈妈，我还是总感觉哪里不对。他似乎很想让大家去参加同性恋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打什么坏主意。哎呀，多多呀，真是聪明。不过我们要是不去，他就会在媒体面前卖惨，说我们金家冷血无情，对我们……我觉得我们要去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对，我们要去。我倒要看看这个金啸天到底想玩什么。你可算是回来了。钱玉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怕金啸天又做出伤害你和霍奶奶的事，于是就擅作主张的自己过来了。会不会？不会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有你在，我也放心。多，各位长辈，各位亲友，那我们进去吧。愧对整个金家。今天我来，不是来求原谅的，我是来认罪的。为了一己私欲，背叛家训，辱没门风，不孝子孙金啸天，您走得突然。但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竟然还有一丝庆幸。儿子不孝，儿子不是人。奶奶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您，您打小就最疼我，可我却听信我妈的谗言，昏了头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做了伤害您的事。孙子不孝，孙子错了。姐，我打小就嫉妒你，我恨你比我优秀，我恨你什么都能得到，所以我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。我错了。他这演的也太像了吧！金啸天向来心高气傲，怎么可能如此轻易低头认错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不对劲！哦，好歹也是金家的孩子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看他这样啊，我也心疼。明兰阿姨，啸天之子还年轻，难免犯错，给他一个机会吧。是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这么僵？各位亲友，这能不能原谅他，不是我说了算。小秋啊，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，金啸天能不能得到原谅，还是交给你来决定吧。不好，这是陷阱！现在才发现，想太迟了。放我出去！不是那个坏蛋。答对了，我的确不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们对我已经不重要，因为你们马上就要死了。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，我先把你解决掉，再收拾他们。不好，他的目标果然是我，只有我先稳住了，才能想办法救大家。说吧，
你抓我到底是有什么目的？这样不行，我得送你去医院。不行，不能去医院，我要去找多多，多多更重要。子晴，请跟着我一起做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有没有好一点？感觉好多了。多多一定是被金啸天给带走了。这样，我们一间一间的去找，他们应该没走远。为什么抓你？要不是你，金家所有的财产都是归我的。金秋赚钱了，那老太婆苏醒，都是你小子搞的鬼片。多多，钱医生，这里。竟然没有昏迷，搞坏我好事儿，那就一起下地狱。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一定要小伤，我没事就好。多多，你在这偷偷笑什么呢？过来，让妈妈抱抱。妈妈。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还有你的手，记得按时换药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回家了，奶奶不好了，钱叔叔对妈妈好，坏蛋也受到了惩罚，可是天路为什么还是断了？难道还有哪里没有解决吗？成功了！你的人间修炼已经圆满，可以回天界了。再生爷爷，可我还有人没进呢。多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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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这里送你去医院。那我来了。送你们去医院。院长用最好的资源，不弃一切代价也要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天宇，求求你一定要让朵朵平安无事。只要她平安出来，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来换，哪怕是我的性命。9世了，整整9世了，每一世你都是这么选。池儿，老夫让你历练这一程人间路，本来是想让你跪这一刻，人间冷暖参半，悲欢离合皆是常态，改心难，需要历经千锤百炼。你竟然为了一个凡人，甘愿舍尽仙途，这份情谊，这份勇气，老夫
也感到欣慰和佩服呢。是谁在为本仙流泪吗？原来爱的眼泪是这样奇妙的感觉。妈妈，多多平安出来了，你真的要用仪器来换吗？傻孩子，妈妈心甘情愿，哪怕我倒霉一辈子，哪怕用我的性命，我只要你好好的。傻妈妈，本仙下凡的使命就是为了拯救你。当你找回本该拥有的幸福，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？妈妈，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你一点也不倒霉，都是那金小……你只为妈妈做了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你这辈子本就应该过得很幸福，很幸福。多多绝不会让你失去这一切了。都怪妈妈没有保护好我。我的出现就是为了你，能保护你，我才更开心呀。傻孩子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告诉妈妈。好像并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反而浑身都舒舒服服的。我的功力恢复了，好像比以前更厉害了。喏，送你，分着钱。金氏集团总裁金秋女士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下企业家的担当。1个月前，她成立了多多慈善基金，帮扶了数千名困境儿童，支持了乡村教育和公益事业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她主动将传国玺残角捐赠给国家，让文物回归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研究，现授予金氏爱国企业称号。金秋女士，这份荣誉实至名归。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。是啊，公司越来越好了，也帮助到了越来越多的孩子们，以后只会更好。是吗？当然了。金秋，你以后愿意跟我一起更加好吗？什么意思？金秋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真是太好了！让文物回归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研究，现授予金氏爱国企业称号。哎，小秋，刘姐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，哎呦，你真是好棒好厉害呀！啊，对了，哎，我现在面馆啊是越开越大了，马上要开分店了，还得多亏了你啊，帮我改善环境，还帮我做宣传。刘姐真是太感动，太激动了。不客气，刘姐。多多，你的老夫回天界吧。知道了，财神爷爷。多多，亲爱的太奶奶、妈妈、钱爸爸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回到天上啦。多多说过，多多是小财神来到人间，谢谢太奶奶和妈妈给了我最温暖的家，谢谢钱叔叔一直保护我们，我在人间的任务完成了，一直保佑你们。最温暖的家，谢谢钱叔叔一直保护我们，我在人间的任务完成了，
一直保佑你们平安顺遂，财源滚滚，爱你们的多多。臭小子，走也不知道打声招呼。多多这孩子，恐怕是怕见了我们会更不舍吧。多多回到了他在天上的家，以后能帮助更多的人，我们应该为他感到开心才对。